这是我买了好久的几个磷酸铁锂的电芯，那时候买很便宜啊，50块钱一个，容量是50安的，一块是50安的，现在买可能要100块钱一个了。这我买了将近2年，一直呢没时间安装啊。今天我们抽点时间把它组装起来，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的尺寸，20，厚度呢是大概是3公分的样子，宽度呢是13.5公分。这个8个电芯呢，我准备组一个2并4串，也就是一个12伏100安的锂电池啊。这里我买的这个保护板，佳百达的，这是铜口的，也放电这个电量的最大是150安的啊，放电电流是150安的。主要是用逆变器啊，有时候家里停电的逆变器用一下，有时候呢可以给网友测试一下啊，试一下这个维修的逆变器。因为买了很长时间，一直没时间去组装，今天呢抽点时间把它组装起来。然后我这个呢是放在家里用的，基本上不移动啊，所以说我就简单的进行一个组装。那么我们首先呢把这个电芯组装起来。这个电芯呢首先是2个一并，2个并了之后呢，然后再进行串联，相当于是2个一并的话，就相当于是4个了，4个然后再进行串联。然后这个磷酸铁锂最大电压呢是3.65伏，如果串成12伏的，串成4个的话呢，实际上是不止12伏的，应该是14.6伏啊，大家可以算一下，3.65乘以4是14.6伏，就说也是充满电的电压是14.6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电压，因为我这个电芯呢放在家里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亏电。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每个电芯的电压。刚才说的一个电芯是3.65伏，是充电的饱和电压。正常的放电电压呢在3.3伏左右，这个磷酸铁锂的。我们测量这几个电芯的电压基本还在3.3伏左右，还是没有什么损耗的，证明这个电芯放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损坏。那么我们首先就是用它给它这个连接片，我们把这个电池进行一个2个2个的并联啊。我们首先把这个电芯每2个一组，把它进行并联。并联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正负极啊，用万叶表呢再次确认一下，因为这个上面的正负极标识呢不是很清楚。我们用电动工具把螺丝拧紧，其他的几块呢也是一样的方法，我们把它组装好。好，现在几个电池呢都并好了，现在并了之后呢，相当于是4个大电池。然后这个螺丝呢不要上太紧啊，因为等一会儿可能串联的时候还要松这个螺丝。并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次测量一下这个电压啊。正常我们测这个电压的话，应该是3.3伏的啊，因为是并联，它只会增加电流，不会增加电压。因为我们要进一步确认啊，这个电池没有并错啊，因为上面虽然有正负极，但是它这个标记不是很明显。我们要进行准确的确认，确认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进行这个串联。串联很简单啊，就是首尾相连。那么我们只要调换其中的2个电池就可以了。我们这里是到时候是总正极，就是这个整个电池出来这个总正极。那么这里呢就是总负极。那我们并联的话啊，刚才这2个是换了方向，正极这边是负极，负极连接这个正极，这边的负极连接这个正极，这个的负极呢连接这个正极，这个就是总负极，这个就是总正极啊，就这样连接一下。那么我们现在又来继续连接，像这里的话，我要把这2个螺丝给它松掉，然后把这个连接片装上去。刚刚发现我们这个连接片没有了，因为这个电池买了1、2年了，也无法找卖家了，所以说我自己要想点办法。刚好呢，有看到这里有一块散热片，虽然这个散热片呢比这个要薄，这个估计的是2个毫米的厚，这个呢是1个毫米的厚，那么我就打算把它用这个切下来，然后钻上孔，每一个片呢用2层，那么就应该能达到这个效果。所以现在我们来拆下来一片，我们做上记号来进行钻孔。好，刚刚花了点时间啊，用这个手电钻上了一个钻头，然后把这孔都开好了。现在就是用切割机来把它切下来啊。花了点时间把这个片儿搞好了啊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连接，正负正负正，我们要把这个拆下来。
好，现在这个电芯就已经组装完成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进行确认。我们来测一下组装好之后的总电压。红表皮接正极，黑表皮接负极。我们可以看测出电压是13.3伏，很正常。我们下面呢就是要组装这个保护板，因为我还有买的这个连接线呢没到啊，我先准备打算用一个简单的线把这个保护板接上去啊。今天给这个电芯呢充一次电用。然后这个接法呢也很简单啊。我们看这个保护板。这里有一个 B 负呢就是接电池的总负极，然后这里输出就是整个这个锂电阻啊输出的负极，正极是直接从这边输出，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串在这个锂电池组的负极，然后这边是采集线，这个是接总正，这个是接总负，然后中间的每一节电池啊，这个是靠近负极这边的第一节电池，这个是中间这一节，这个是从正极这边呢也是第二节，我们把这个接好。它这个采集线啊太细了，在这个柱上面不好接。我如果用这个铜鼻子去接上去，在焊在上面的感觉大材小用了啊。所以说我想了个办法啊，用铜丝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铜鼻子的，往上面一接，然后压上去，这里搞点热手管套一下。这是我做的一个啊，等会儿把这个焊上去，然后用热手管一热，然后往上面一压啊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采集线全部接上去了啊，我们要测量一下啊。这个不搞好的话，容易烧这个保护板啊。我们从黑线开始，每一根线就是加这个一串电池的这个电压啊，一个电池的电压。首先是3.3伏，这里就是6.6伏，这里就是9.9伏，这个就是总电压是3.3伏啊，这样就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接上这个保护板了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总负极和这里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好，刚刚说了，由于我买的还有配件没到。所以这里简单用一个线和它进行串联。最后呢，我用这个可调电源给它来进行一个充电，我调的电压是14.5伏啊。这个可调电源的最大电流呢是5安。其实这个电池组呢可以用10安或者20安的这个电流去充电。因为这个呢也没有完全组装到最终的状态，所以说暂时用这个充一下电。我们下一个视频等有些配件到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。